夫人，打给我妈的生活费到账了吗？今早已往你母亲卡上打了300万，陆氏银行给她换了不限额的黑卡，可以随便刷。妈，下一位。喂，妈，黑卡收到了吗？收到啦，妈都攒着，等你回来给你买大房子。妈，不如你跟我来国外吧，我给你准备超大的庄园，还有一群保姆伺候。妈在咱们村住习惯了，国外那地方妈住不惯。哎，你到底走不走啊？走走。浅浅，不说了啊，妈现在有事儿，等会儿给你打过去。我随400，我随600。下一位。我带的现金不够，可不可以刷卡？不能，我们只收现金，没钱就去借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刚才还在手机里说给女儿买房子，现在吃席的钱都不够，要借了？哎，你女儿不会连几百块都不给你吧？给的，她给了我很多，都在这银行卡里面。银行卡，哎呦，哎呦！谁不交礼金就想吃我们家席呀？大姐，我先交100行吗？后面的改天我一定补上。40多岁的人了，连礼金都凑不出来，你怎么有脸活在世上的？算了，进去吧。看来妈在村里过得一点也不好。准备一下，我要回国。是。老婆，你怎么突然说要回国呀？我妈在村里被人欺负了，我要回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还有这事儿？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嗯。不过我出入境需要审核。没事，我先回去，你随后过来。嗯。有什么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开车。通知陆氏银行行长，让他做好接待。我不希望我老婆和我妈受到一丝委屈。是。欢迎亲爱的宝贝，点点关注并走一波，谢谢王哥送的火箭。喂，沈行长。啥？陆总的丈母娘在我们村？陆夫人要回村探亲？啊，是，保证啊，接待好。坐不下了。你干嘛？
这里坐不下了，我打包一份回去吃。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，菜还没上去就开始打包，饿死鬼投胎啊！我只打包我那一份，不多加。怎么回事呀？这大妈一上桌就打包，那菜恨不得倒进她碗里，还让不让人吃啊？大姐，我没有啊！滚滚滚，滚滚滚！要不是看在亲戚一场，我都不想让你进来。拿着你的臭钱，给我滚！给我滚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都安分点，我们村啊，马上有一位贵宾就要来了。什么贵宾要来咱们村啊？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你说是不是贵宾？陆氏集团，那不是我女婿的公司吗？难道浅浅要回来了？骗人的吧！陆氏集团那可是上千亿的大公司，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小地方？你知道个球！陆总的丈母娘啊，就是咱们村的人。陆总的夫人啊，这次回来就是回来探亲来的。什么？陆总的丈母娘是咱们村的？哟，谁家闺女这么有出息？那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！哎呦，村长，你就快告诉我们，这总裁夫人到底是谁呀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不过我打听到啊，陆总夫人今天从国外回来，穿着是一件粉红色的叫什么？哦，仙奶奶外套。抱歉，不好意思，叶希，是你啊，叶希姐，好久不见，真晦气。听说你嫁给了一个穷光蛋，每个月要打好几份工来帮他还债。你来机场是应聘保洁啊？我不过是几年没回来，流言怎么传成这样？哎呀，我的衣服，你知不知道这是香奈儿的牌子？多少？我赔给你。你一个保洁赔得起吗？我这也是香奈儿的，要不你先穿我的吧。你那件跟我这件能比吗？这是香奈儿国际大秀的限量款，60万一件，价格是我这的100倍，他怎么会有？哼，一定是高仿。你把我的衣服弄脏了，我也只好穿你这件假货凑合凑合。这料子仿的还真逼真。妈，西西啊，粉红色的衣服是她，叶希。没想到你就是陆夫人。村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村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小希，你太低调了，有陆总这样的老公，怎么还瞒着咱村人呢？就是，闺女啊，你怎么连我都瞒着？你居然嫁给了陆氏集团的总裁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小希啊，以后啊有什么要求，叔能满足的，你尽管提。原来是把我错认成陆总夫人了，正好可以利用下这个身份。你们知道的，我老公身份特殊，我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。哎，懂，我们啊都懂。哎，都懂。小希，你怎么会是陆总夫人？你个穷鬼，叫什么叫？我女儿不是，难道你女儿是吗？如果说陆总夫人是指陆氏集团总裁夫人的话，那我女儿叶浅确实是陆夫人，因为陆总是我的女婿。你是陆总的丈母娘？不可能，他一个穷鬼，连吃席的几百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可能是陆总的丈母娘？就是连吃个席都带打包的，还有人说自己女儿是总裁夫人。原来是假的，吓死我了。二姨，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比你女儿优秀，但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。叶浅要真有出息，那你怎么连吃席的钱都拿不出来？
我没有胡说，我只是没有那么多现金。我女儿在这里面给我存了很多钱。一张破卡赚什么赚？赚什么赚？你，大姐，你太过分了！哼，碍眼的穷鬼终于走了。这是什么？小希啊，陆氏银行在咱们村拆迁分配的安置房，我看啊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要不就你来主持吧。总裁夫人的身份果然好。行，那就我来分配吧。一会儿各家都派个代表过来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小希啊，我是你七舅婶子，小时候俺还抱过你睡觉嘞。一会儿啊，能不能给婶子分个大点的房子？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还舔着脸蹭亲戚。我是你三表舅啊！行了，我女儿刚回国，让她歇会儿。大家下午再过来吧。上来。当总裁夫人的感觉真好啊！哎呦，找着了。乡亲们，陆氏集团的夫人叶希光荣回村，将负责咱们村的拆迁建设。大家下午3点统一在村阮家集合，陆夫人将亲自分房。另外通知一件事，因为陈秀芬对陆夫人不敬，所以将取消分房资格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喂，妈。什么？有人假冒我的身份？还有多久到？夫人，现在堵车严重，大概还需要3个半小时。直接调直升飞机。是。妈，小南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这个家都被你败光了。阿姐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，竟敢谎称陆总丈母娘。我没说谎，我就是他丈母娘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在撒谎，这个没用的东西。妈，你太偏心了，你为什么只相信大姐，不相信我？你从来就没有你大姐有出息。当年你不听我的劝，非要嫁给那个穷光蛋叶天成。好家伙，他的一失踪就是20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相信天成会回来的。你可拉倒吧，他说不定早跟别的女人结婚生子了，你就是痴心妄想啊。叶钱也是，他要是真的有出息，怎么不给你接到城里，怎么不给你打钱啊？哇，快看，有人开直升飞机来我们村了。看什么？分房了！各位父老乡亲，正因为叶希大发慈悲，我们满村啊才有拆迁的机会，所以我提议把西边最大的那块地送给他们，剩下的我们抽签决定。西边那块地得值上千万，陆夫人这个身份真好。错了，都错了，错了！浅浅已经开飞机回来了，你们再等一等好不好？他说啥？飞机是叶钱开的，他就能扯。他失心疯了，大家别信他的话，我这就把他带走。这嫉妒的嘴脸也太难看了。春兰，有这样的妹妹，你是真倒霉。习惯了，都是亲人，有什么办法？外婆，二姨在这么多人面前胡说八道，我老公知道了会生气的。叶女，信不信我把你打死在这里？赶紧给你大姐和小希赔礼道歉。错的不是我，为什么要我道歉？你还敢顶嘴？妈。
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浅浅，对不起，妈给你添麻烦了。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没有早点发现你在家里过得一点都不好。所有欺负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个死丫头，见到长辈你都不知道打招呼。长辈，你们也配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对长辈说话？表妹，我劝你还是快道歉吧，不然让我老公陆总知道你欺负我和我妈，一定会教训你。那陆夫人赶紧给陆总打电话，让他来教训我。我只是吓吓他，他怎么真让我打？闺女，赶紧打，让我女婿过来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是啊，小希，我们都没见过陆总，能不能开视频让我们大伙看看啊？就是小希，把陆总叫过来，让我们大伙儿瞧瞧，是不是？就是打呀！堂堂陆夫人，不会连陆总的电话都没有吧？谁说我没有了？我现在就打电话叫金爷过来教训你。金爷，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，打不通，应该是在开会。你打不通，我打。陆金野，我要你来村里一趟。我已经到了。哼，搞了半天装模作样的，原来是在给客服打电话。叶浅，你不当演员可惜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贫困户的女儿怎么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呢？哎呦，在这儿装总裁夫人，真够蠢的。叶浅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跟你妈注定一辈子也翻不了身。那就看最后是谁翻不了身。哼，当然是你。我现在可是陆夫人，只要我动动嘴皮子，你们母女俩就滚出这里。真相如何，你心里清楚，别逼我拆穿你。陈秀芬母女扰乱拆迁会，不敬长辈，来人，把他们母女俩给我赶出茅村！我看谁敢，谁敢！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虚张声势，快把他们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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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陆总来了！陆总，前面塌方了。老婆，我这边出了点状况，你到家了吧？倒是到了，但有个女的说她才是你老婆，还联合全村人欺负我和我妈。什么？老婆，我发誓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当然相信你，等你回来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怕死的敢冒充我老婆。陆总，车。小勇，
你可算回来了。爸，陆总夫人呢？不是说她已经回村了吗？这回是回了，可现在有2个陆总夫人。2个？不可能，其中一个肯定是假货。正好，小勇他不是在陆氏银行上班吗？让他来认认，你和叶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陆夫人？叶浅，总裁夫人。什么？你说叶浅是总裁夫人？她是个屁的总裁夫人！整个莽村谁不知道叶浅他家是全村倒数的贫困户？叶浅跟他妈一样，一辈子就是个操劳的命，还妄想当总裁夫人，他配吗？叶勇，论辈分，你该叫我一声婶子。我叶勇只有春兰婶一个婶子。叶希姐，您如今贵为总裁夫人，以后还得靠您多照顾。看来叶勇也没见过陆总的夫人。只要你不认错人，回去我就让你姐夫给你升职加薪。我肯定不会认错的。叶浅，你个贱人敢冒充陆总夫人，还不赶紧给我叶希姐跪下道歉！哼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有眼无珠，管一个假货叫总裁夫人，小心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放屁！我身为陆氏的员工，怎么可能会认错陆总夫人？我看你就是被我拆穿，心有不甘吧。你既然在陆氏银行上班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今天早上陆氏银行给总裁夫人办了一张黑卡，你何不问问你叶希姐身上有没有那张黑卡？叶浅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不，今天早上我们行长的确在线上亲自给总裁夫人办理了一张黑卡。小勇，你说那个什么黑卡很贵重吗？当然了，想拥有那张黑卡，必须在陆氏银行的存额超过1亿。不仅如此，身份还要接近陆总那样的超级富豪才可以。啊，那岂不是这一张卡就能证明总裁夫人的身份？姐，你把那张黑卡拿出来，我立马让叶浅那个贱人给你跪下赔罪。是啊，小希，你快把那个什么什么卡拿出来，好让陈秀芬他家那个假货把嘴巴闭上。拆迁会已经耽搁很久了，只要能证实陈秀芬她闺女是假货，我立马让他们全家滚出莽村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卡呀。你刚才自称陆夫人叫的那么欢，总不会身上没有黑卡吧？一张黑卡而已，我当然有了。那你在磨蹭什么？我贵为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身上有多少银行卡你知道吗？区区一张黑卡而已，难道我回国还要带在身上吗？没有就没有，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只是忘带了，谁说我没有了？妈，卡你带在身上了吧？这是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黑卡？这质地，这标识，我没认错的话，应该就是黑卡。什么？这卡你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女儿给我的。叶浅，难道你才是陆总的？叶勇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如果叶浅真的有黑卡，那他妈怎么连吃席的钱都拿不出来？您的意思是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难道他就不能在城里伪造一张黑卡再带回来吗？确实有可能。你拿不出来，我拿出来了。你就说这卡是假的，天底下的事难道都是你一张嘴说了算？你胡说什么？叶勇是银行的职员，叫他拿个 POS 机过来刷一下，不就能验证这张卡的真假了？对，我车上就有一台 POS 机，我去拿。你就这么笃定这卡是假的？你家就是一个贫困户，你叶浅生来就低我一等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
我就不信你能飞上枝头当凤凰。是吗？我突然很期待一会儿的结果了。可以验了。等等，怎么，死到临头知道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别以为拿一张以假乱真的黑卡就能骗过所有人。陆总夫人的身份可不是你能骗的。你是不是陆夫人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只想知道，如果这卡是真的，你又该如何？大不了我给你道歉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让我妈蒙受了多少羞辱，你一句道歉就想弥补，你配吗？你大不了我再放弃我分房的名额。不够。如果这张黑卡是真的，我跟我妈立刻搬离莽村，并且我们祖宗的牌位永远上不了叶家的祠堂。这下你满意啦？勉强够了。但如果这张黑卡是假的，叶勇，你说怎么办？那叶浅母女俩就是伪造陆氏银行黑卡，我作为陆总的员工，必然要亲自送他们进大狱。验吧。黑卡用户要在陆氏银行存满1个亿，我不信你家连一个吃席都要借钱的贫困户能拥有真正的黑卡。这不可能，这黑卡是真的。看清楚，这张被我扔到臭水沟里的卡，怎么可能是黑卡？我就说我没骗人，我女儿就是陆夫人。等等，这卡是陆氏银行的黑卡不假，但是它已经被冻结了。妈，这卡你是不是从来没用过？这钱我都是存着给你买房子的，我哪舍得用啊？芊芊，这冻结是什么意思啊？冻结的意思就是这张黑卡是你捡来的，要不就是偷来的。黑卡你们都敢偷，我看你们是不要命了吧？我就说陈秀芬一个农夫的女儿，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？我没有偷，这卡就是我女儿给我办的。村长，能拥有这张黑卡的人背景肯定不弱，要是这张黑卡的主人找上门来，莽村就完了。我建议将陈秀芬全家逐出村。将他们全家逐出莽村，那他们的分房名额，我们不是可以瓜分了吗？逐出莽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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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逐出莽村。当年天成为了给村里讨薪外出失踪，现在你们要赶我们走？你还有脸说？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，说不定就是他拿着村里的钱逃跑了。就是，你们欺人太甚！妈，既然他们做的这么绝情，那我们也不用留什么情义了，这都是他们自找的。你个死丫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不只要说，还要做。陆星野，村里人说要把我和我妈赶出莽村，现在我要你把莽村的拆迁项目作废。你有意见吗？芊芊，只要是你吩咐的，我一定照做。吩咐下去，项目作废。还在装模作样？啥？拆迁项目作废了？什么？叶浅真是陆总夫人？不可能！村长，谁给你打的电话？你怕不是被骗了吧？就是啊，爸，你可别吓我们。可确实是陆氏银行行长打电话来说拆迁取消。事实摆在眼前，叶希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村长，他说他是行长，你就信了吗？你把号码给叶勇看看，他是陆氏银行的职工，肯定知道行长号码。
我只是个小职员，怎么可能知道行长电话？你快看看，这个到底是不是啊？你说呀！号码我没见过。怎么可能？好你个叶浅，竟然敢找人骗我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你跟你妈永远都是野鸡，成不了凤凰。可笑！鸠占鹊巢的野鸡也敢说真凤？浅浅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妈，好女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是什么人，还敢插手莽村的事儿？我是叶浅的丈夫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，原来就是那个贱人的老公。张嘴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你知道叫我打你的那位又是谁吗？他是谁也比不过叶希姐老公。她老公是陆氏集团的总裁陆金野。你敢打陆总的夫人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刚刚就是他冒充你的身份。我陆金野的夫人，唯有叶浅一人。你是陆总？没错，我就是陆氏集团总裁陆金野。怎么可能？叶浅，你又是从哪找的演员？演的还真像。外面我已经看过了，空的，你连一台豪车都租不起，也有脸冒充我女婿？你们质疑我的身份？错，我们是压根就不信你的身份。满村的拆迁项目，陆总早就交由他的夫人来负责。陆总身居国外，日理万机，哪有闲工夫亲自跑来满村啊？我夫人一个人回来，我不放心。我差点忘了，叶希姐就是总裁的夫人，她都不认识你，你还在这儿装个屁啊？你就是个假货。我老公最讨厌有人冒充他，如果不想我把这件事捅出去，你们就按我说的做。你想怎么样？你们夫妻二人轮流扇对方巴掌，在我没有尽兴之前，不许停。好啊。这里有人冒充陆总，还打陆夫人，快汇报给行长。你敢打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，敢打陆夫人？掉头去满村！可是行长，我们不是要去机场接陆总的母亲吗？老夫人再找人去接，先掉头。是。你敢打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女婿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放开我妈！你们完了，我已经通知行长，等行长一到，就是你们几个的死期。我等着，正好我也想问问沈万才，他是怎么办事的。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他这种人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大家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。趁着沈行长还没来，大家赶紧把拆迁合同都签了吧。对，签字。对，先把正事给办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只要在这份合同上签下名字，咱们满村全体村民以后啊就飞黄腾达了。以后我就是富二代了，我要发财了！拿到西边那块地的拆迁费，我就是真名媛啦。你干什么？
如果不是看在我夫人的份上，莽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好运。你们成了我夫人的好，却恩将仇报，这合同你们不配拥有。芊芊，莽村的拆迁项目本来就是你主张的，如今这合同的处置权物归原主。叶浅，拿回来！死丫头，你敢动一下合同，我剥了你的皮！快拿回来，不然我打死你妈！从前我为了我妈给村里机会，想让村里人过得好一点，现在发现你们不配。叶浅，你疯了！你连陆氏集团的项目合同都敢撕？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项目，关系到我满村的未来。你们这帮狂徒，等沈行长一到，我看你叶强怎么交代！听说有人冒充陆总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？行长，就是他。沈万才，你就是这么招待我老婆的？陆总，他真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？不然呢？那沈行长还能认错自己的老板不成？那叶浅不就是真正的总裁夫人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行长，我以为他们是假冒的。混账！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你竟敢妄下定论，你被开除了。行长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他冒充总裁夫人，害得我们大家都信了他的鬼话。你怎么能比不上叶浅？你怎么能对我撒谎？原来真是叶希撒谎啊！都是叶希误导我们。是你们先认错的，怎么能怪到我身上？真是死不悔改！叶芊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们该道歉的不是我。秀芬啊，你从小在满村长大，就原谅我这一次识人不清，好不好？你们伤害我就算了，但不该侮辱我女儿女婿。嗨，都是一家人，之前都是误会。外甥女，没想到你这么出响，舅舅我真的是打心眼里高兴啊！我们很熟吗？秀芬，我可是你妈。从你们把我和浅浅赶出村的那一刻，我们再没关系了。妈，太丢人了，我们还是以后再来求解吧。芊芊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？莽村拆迁项目作废，这些人我不想再看到他们，我要把我妈接回家住。你是我老婆，都听你的。我什么时候同意让你的乡野村姑做我陆家的儿媳了？夫人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滚回去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呀，我看你就彻底被这个妖精迷住了。妈，芊芊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更是你的儿媳妇。我陆家的儿媳妇再怎么凑合，那也得是世家之女。她一个出身卑微的乡野村姑，凭什么够我陆家门楣？我就是喜欢芊芊。你现在喜欢她，那是因为你从小接触的都是世家的大家闺秀，她一个乡野丫头，让你觉得颇为新鲜而已。你真的以为你们的这份爱能够长久下去？我陆金也认定了一个人，偏就要海枯石烂。我是你妈，你为了一个乡野村姑跟我要诚心对着干？
阿姨，我知道您爱子心切，但金爷已经长大了，他喜欢什么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。我虽然出身农村，家世没有陆家那么显赫，但我并不觉得我叶浅就低谁一等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据我所知，你父亲早年间不知所踪，你母亲呢，也是一个种地的农妇。你呀，也就是学习稍微努力了一点，能够出国留学，跟金野相识。但话说回来了，你还是个村姑，若不是你蓄意勾引，我儿子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妈，是我追求的浅浅，你不要再胡乱猜测了。我不管谁追求的谁，总之今天这份离婚协议，你们必须给我签。叶浅，我当不成陆夫人，你也别想当。妈，从小到大我都很尊敬你，但这一次是我难以从命。你这是不认我这个妈了？阿姨，我既是金野的妻子，那您也是我的家人，我不希望因为我一家人伤了和气。话说的倒是好听，但有什么用？您不惜从上京追到这里来，也要我和金野离婚，我看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因为我的身份吧。哼，脑瓜子倒是机灵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上京首富叶家答应与我陆家联姻，他要将他的闺女许配给金野，而且首富的千金就在莽村。上京首富的千金在我们莽村？上京的首富，那不是比陆家还有实力？妈，你说的上京首富是不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？没错，上京叶家早在20年前分崩离析，叶家的长子呢不知所踪。如今啊，他归来了，不仅呢一举夺权，而且呢还成为了叶氏财团的新任董事长，可谓是魄力非凡。叶氏财团，妈，我爸是不是就叫叶天成？是啊，叶浅，你不会想说上京首富是你爸爸？我看你是当不了陆家的儿媳妇，得了失心疯。闭嘴！妈，我连这个人的女儿见都没见，我不可能会娶一个我不认识的。金爷，你记住，你姓陆，陆家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阿姨，既然您说这位首富的女儿在莽村，那你可知道是谁吗？叶家首富离家20载，连他都未必认得自己的女儿，我又如何认得？不过叶首富说过，他离家前将一块祖传玉佩一分为2，就是照片上的这个。谁有这其中的半块玉佩，谁就是叶首富的家人。秀芬，2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去见你们了。你和闺女过得还好吗？董事长，私人飞机已经在天台备好，1个小时后您就可以跟您的家人团聚了。好，出发。谁有这其中的半块玉佩，谁就是叶首富的家人。是天成，真的是天成。亲家母，你说的那位董事长是我的丈夫叶天成，他的女儿正是浅浅，也正是金野如今的妻子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天成的那半块祖传玉佩，这20年来我一直都戴在身上。你把我当傻子吗？这哪有啊？浅浅，你爸留下的那半块玉佩不见了，是不是放家里了？不会，那半块玉佩我一直都戴在身上。别装了，没有就没有。一个贫困户还想冒充上京首富的家人。金爷，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女人，
全家是什么德行？一听说首富要把女儿许配给你，他们母女俩这嘴脸，简直令人作呕。金爷，你相信我，叶氏财团的董事长或许真的就是我父亲。叶浅，你能不能要点脸啊？陆家主都说了，莽村谁家有那半块玉佩，谁才是首富真正的家人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陆家主，您说的那半块玉佩，是不是我手上这个？你们是叶首富的家人？这玉佩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玉佩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家主，当年我父亲北上打拼，留下我和我妈2个人在这莽村孤苦伶仃，所以叶浅从小就没少欺负我，他连我的身份都要抢。胡说！明明是你抢浅浅的身份，冒充我的夫人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。什么叫冒充？既然他才是叶首富的人，那他马上就是你的夫人了。至于叶浅，他这个陆夫人，我不认可。那到最后，原来叶希才是陆家主认可的儿媳妇啊！嗨呀，现在人家叶希是上京首富的女儿，跟陆总那是门当户对。叶浅一个村姑，怎么比得了？叶浅没了总裁夫人这层身份，我看你以后还如何在村里立足？我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？如今叶首富的女儿就在这儿，论身材样貌，她哪一点比叶浅差？你还维护着这个村姑干什么？因为她是我的夫人。你今天是诚心要气死我！妈，哎呀，你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种撒谎成性的儿媳妇。像叶希这样乖巧懂事的首富女儿，才是我陆家的儿媳妇。她是今年的母亲，我的婆婆，我要忍耐。我的身世你偷得了一时，偷不了一世。敢不敢跟我去上京找我爸相认？怕了。你这难道不是做贼心虚？你可别胡说，我只是觉得陆家主千里迢迢专程来一趟，我没有尽地主之谊，就为了自证一个身份，跟你跑去上京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把陆家主放在眼里。垂死挣扎。陆家主，你看他仗着陆总心疼他，已经无法无天了。你再口说一句试试。干什么？叶浅，我告诉你，陆金也是我的儿子，只要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，你就永远也别想进我陆家的门。妈，你这么说也太过分了。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看不清楚？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个强盗，什么身份对她有利，她就想占为己有。娶这样没有德行的女人回来，我陆家迟早要败在她的手上。亲家母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女儿怎么会是那样的人？哼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你一个种地的农妇都敢自称是叶首富的妻子，作为你的女儿，还有什么丑事做不出来？亲家母，你别说了。他就是觉得叶希才是叶首富的女儿，而我们只是乡下的刁民，所以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。哼。浅浅，我相信你。金爷，你知道的，我叶浅不是那种自轻自贱的女人。既然你妈不愿意祝福我们，那这婚离了吧。叶浅，你怎么可能舍得丢掉总裁夫人的身份？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我爱一个人，我才甘愿嫁给他。我跟你不一样，结婚证就在我家里，我现在就回去拿。妈，您走。浅浅，我子去。我要答应离婚，那我陆金也成什么人了？
是他要主动提的离婚，难不成你还想死皮赖脸的求他复合？那又如何？别忘了，你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一言一行都代表陆家的风范。你不要脸，我这个当妈的还要。陆家主，您别生陆总的气，指不定是叶浅给陆总灌了什么迷魂汤。闭嘴！浅浅就是跟我离婚，我也不可能娶你。她是叶首富的女儿，你只有娶了她，强强联合，我们陆家才能在上京永远的强盛下去。给你未来的夫人道歉。你要我跟她道歉？你不道歉，就别认我这个妈了。村长，村长，外面一位自称是来自上京的大老板找您啊。难道是叶首富来了？叶首富来了，你跑什么？我只是太高兴了，想回家换套衣服。不用，你这件定制的香奈儿外套啊，就很有品味。偷来的东西，永远会有归还的一天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上京大老板到。陆家主，没想到你也来了蟒村。这不是着急见我陆家儿媳妇吗？叶首富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陆金野。果然长得一表人才，比报纸上还帅。爸，呵呵，你这女婿我非常喜欢。陆家主，你既然来的比我早，想必已经见过我的家人了。你可知道他们人呢？你女儿不就在这儿吗？她是我女儿。你说的她是我女儿？看来您离家多年都不太记得她了。不过她手上有您叶家的祖传玉佩。这确实是我当年留下的信物。你真的是我女儿？天成，天成，真的是你吗？天成，秀芬，你回来了。你们居然认识？你这20多年你去哪儿了呀你抛下我跟浅浅，害得我们在蟒村足足等了你20年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有难言的苦衷。我在上京的这20年，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你们。如今我回来了，我要给你们娘儿俩最好的生活。回来就好。这是我们的女儿浅浅。闺女都长这么大了，真漂亮。爸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叶首富的女儿。陆家主，陆家主，原来一直在撒谎的人是你！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都敢糊弄！陆家主，你听我说，你还在撒谎！我陆青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个女强人，老了居然被你这么个小姑娘给戏弄了！陆家主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个叶首富是假的，他是叶锦请来的演员。陆家主，我是演员吗？哎呀，闭嘴！你真是无可救药！叶首富，原来浅浅是您的女儿，她也是我儿媳妇，我们叶陆两家真是亲上加亲呢。
既然我女儿已经是你陆家的儿媳妇，那你为什么还那么着急给你儿子找老婆？我今天我如果不来，难道你就打算逼我闺女跟你儿子离婚？亲家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这些话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浅浅，浅浅，是妈老糊涂了。我看到玉佩在他们手上，就信了他们的鬼话。妈再也不会拆散你和金野了。能不能看在金野的份上，原谅妈这一次？妈，你为了陆家的前途着想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我生气的是，你在不知道我父亲的身份之前，觉得我和我妈低人一等。浅浅，我爸去世的早，早年时候陆家的生意一直都是我妈在管理，时间久了，她对身份极度敏感，但她的心真的不坏。对不起，亲家，跟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相比，你跟浅浅没有占我一丝一毫的便宜，而我却对你们说出那般难听的话，我可真是糊涂啊！亲家，你能教出金野那么优秀的孩子，你肯定也是个优秀的母亲。这都是春兰一家从中挑唆，我不怪你。只要浅浅愿意，这婚就不离了。浅浅，妈错了，你愿意再给妈一次机会吗？老婆，好，妈，站住！你还想跑？先是冒充总裁夫人被拆穿了，就说自己父亲是上京首富。我们莽村还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？那要不是叶首富亲自赶过来，咱们可就误会秀芬娘俩了。浅浅，我们都是上了他们母女的当，希望你看在我们都是乡亲的份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这一次。村长，这件事我可以不深入追究，但拆迁项目一事已经作废，我不可能再给你们机会。希望莽村能够记住这次的教训。是。那陈春兰母女俩，你想要如何处置？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他愣着干嘛？把他们赶出莽村！村长，离开莽村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叶浅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知道错了。浅浅，我是你姨妈呀，浅浅。老婆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吴天，你这些年是哪去了？一言难尽呐。这位是？这是我们的女儿叶希呀。西西，你这些年死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和我妈都被叶浅赶出莽村了？什么？你们被赶出莽村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叶浅他爸是叶氏财团的新任董事长，跟你说了又有什么用？哼，叶天成，他是董事长。你笑什么？你们别被他给骗了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叶氏集团的高管，他只不过是给董事长开车的一个司机。什么？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给你们看。原来陈秀芬她老公的身份是假的，我这就到老夫人面前去见上他们。妈，你现在去找老夫人，她肯定不会相信的。那怎么办呀？总不能吃这哑巴亏吧？老婆，你放心，叶氏财团的董事长非常器重我，前不久刚提升我为总经理，凭我如今的身份，想捏死他们还不简单吗？我这次回来，我就想把你们娘俩接去上京生活。爸，我就知道，我一定不会输给叶浅的。妈终于是认可我这个儿媳妇的地位了。妈就算不认可，你也是我的夫人，陆家的正宫娘娘。
嘴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了？还有更甜的呢。爸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我自己家，我还不能到处走动走动了？还小，都怪你小子拐跑我闺女，害我连我闺女穿婚纱的样子我都没见过。你这不能赖我呀。不赖你赖谁啊？你现在对我女婿恨起来了。你别说我女儿穿婚纱的样子，我穿婚纱的样子你都没见过。咱那会儿什么条件啊，老婆？你先松手。这孩子们都在呢，我这老脸往哪搁啊？哦，你现在当上了上京首富的司机，就不想认我这个老婆啦？哼！司机？哪能啊，老婆？这次回来不就是接你们去上京生活的？你快去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就出发了。爸，你不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吗？就你妈这性子，要是我现在告诉她我是叶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她肯定怕拖累我，要跟我离婚。等回到上京，再慢慢让她接受这个事实吧。妈，他们一家都搬上京去了。陈秀芬这是想扔下我们，自己当首富夫人，想不去了。这个白眼狼，叶浅这个死丫头，我们靠不住。难不成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认我这个娘呢？妈，怎么办啊？上京去，找陈秀芬要钱去。妈，送饭这种事我交给王妈来做就行了，您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我闲不住。再说你爸喜欢吃我烧的菜，不然当初怎么生下来的你，还不是你爸下乡，我抓住了他的胃。芊芊，这可是妈过来人的经验。是，您御夫有道。这就是天成上班的地方啊。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嗨，他就是给董事长开车的一个司机，再气派跟咱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咱的，咱犯不着羡慕。其实爸，他咋了？就你妈这性子，要是我现在告诉她我是叶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她肯定怕拖累我，要跟我离婚。其实爸还是有点权利的，毕竟他也是董事长的司机。那可不，你也不看看你妈啥眼光，赶紧进去吧，免得饭菜都凉了。西西，你确定你爸就是在这里面当领导？这也太有面儿了。妈，这可是叶氏财团，上京最大的寡头企业，就连陆氏集团都要看他脸色呢。难怪你今天非要我来送饭，你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咱娘娘的男人是叶氏财团的大领导。叶简他爸不是给董事长当司机吗？最好别让我撞见他，否则立马让他滚出这里。我看到时候叶浅在老夫人面前还怎么装。对，咱娘娘一定要把秀芬跟她的女儿踩在脚下。走。抱歉，今天电梯维修。芊芊，我们走楼梯吧。爸爸在顶楼，爬上去饭菜都凉了。旁边不是还有一部电梯吗？那是董事长的专用电梯。借一步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爸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但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暂时瞒着我妈妈，所以劳烦您行个方便。伯母，请。这
再怎么说，我爸也是董事长的司机，利用职务之便坐一下电梯没什么的。妈，走吧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妈，快点，电梯到了。抱歉，这部电梯不对外开放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老公可是你们这的大领导，你敢不让我坐电梯？这是董事长专用电梯，只有董事长才有资格乘坐。刚才那2个人不就进去了？他们是董事长的家属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爸可是叶氏财团的总经理，你敢不让我们进去？今天我让我爸立马开除你！整个上京还没人敢在这里闹事。保安，别叫人，别叫人，这是董事长的专用电梯，我们身份不够，还是走楼梯吧。刚才进去的那2个人，我看着怎么有点像秀峰他们？怎么可能？这董事长电梯连我们都坐不了，他们更加没有资格。妈，别自己吓自己了，走吧。好。董事长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叶无天正式提拔为总经理。只是叶无天的能力并不出众，这导致董事长传出一些流言，说叶无天是您本家的人。他只是恰好跟我一个姓而已。不过，他老婆跟我爱人是姊妹，又是我闺女的大姨，我是看在这层关系上才提拔他的。但如果他一直不知上进，总经理的人选还有很多。好，我这就去提醒他。请进。爸，爸，你一个司机怎么敢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？司机？哦，董事长说这椅子有点毛病，我帮他来看看。马秘书，修好了。啊，辛苦董事长肯定会嘉奖你的。哦，秀芬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怕你中午糊弄自己，给你带饭来了吗？全是肉，老婆，你对我太好了。这还有人在呢。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董事长的秘书马雷。马秘书，我老婆给我送饭来了，你看。你吃，董事长一会儿用车，我再叫你。爸，你这身西服挺派头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才是董事长呢。开车需要穿西服吗？秀芬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那董事长多好面子，我就一个司机，给我整这身虚头巴脑的干啥？这不是说明董事长人好吗？那你更要好好珍惜呀。记得吃饭，我和浅浅就不打扰你工作了。哎，慢走啊。西西，这部电梯连我都没有资格坐，你可千万要记住，董事长以及他的家属，咱们可都不能冒犯。知道了，好心给你送饭，差点累死。吴天，这孩子也是因为叶浅的事受刺激了。你看，你什么时候让叶浅他爸滚出叶氏财团，替西西报仇？我今天就让叶天成滚蛋！妈，我们走。马秘书，你怎么有空下来了？叶经理，董事长的家属以后会常来公司，接待他们的事就交给你，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我不认识他的家属啊。一会儿我让人事调监控，把他们的照片发给你，记住，一定不要暴露他们的身份。董事长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啊！是。累死了，以后再也不给他送饭了。妈，你看，
陈秀凤，你怎么从那下来了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哼，我老公现在可是在叶氏财团当总经理，是大领导。你说我们怎么在这？那恭喜你啊，春兰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用得着你恭喜吗？叶浅，听说你爸在这里给董事长当司机啊？有事儿？随便聊聊嘛。我爸的办公室在这栋楼的倒数第3层，距离顶层董事长的办公室啊，只有3层台阶。你爸的办公室在第几层啊？哦，差点忘了，你爸只是董事长的一个司机而已，哪有专属的办公室啊？我爸在顶层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你有病吧？顶层是董事长的办公室，你爸只是给董事长开车的司机，装什么装？我有必要在你面前装？那我们走。你干什么？叶浅，别以为你现在是陆总夫人就可以瞧不起我。我爸是叶氏财团的总经理，陆氏集团的项目合作还要问我爸同不同意呢。天外有天，叶曦，我劝你最好别惹我，我没兴趣跟你比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我不让你走，只是因为你未经同意就擅自带着你妈乘坐董事长的专用电梯。我作为叶氏财团的领导家属，难道就不能教训你吗？这电梯我想坐就坐，你还真没有资格管我。这里是叶氏财团的办公场所，谁允许你们在这喧哗的？你来的正好，这2个人不守规矩，亵渎董事长，你还不赶紧叫人把他们给我狠狠地教训一顿？亵渎董事长？这2个乡下农妇趁你不注意，偷偷乘坐董事长的专用电梯，这难道不是亵渎董事长的威严吗？是我允许他们做的，有问题吗？我作为领导家属都没有资格乘坐董事长的专用电梯，他们凭什么？就凭他们的身份比你高。你在开玩笑吗？这2个人不过就是乡下的贫困户，他们母女俩就是从小被我踩在脚下的废物。你说他们的身份比我高？我看你就是太年轻，信了他们的鬼话。他们母女俩最会撒谎骗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爸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但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暂时瞒着我妈，所以劳烦您行个方便。我再告诉你，这个人如今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。不过你别担心，他就是撒谎说他爸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所以才骗到了陆家主。但实际上，他爸就只是给董事长开车的一个司机罢了。识相点，赶紧把这对骗子送去派出所，否则等我老公下来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你们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就叫人把你们轰出去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阿姨，您看起来比他们有福气多了，我相信你们。可我……哼，你连谁是主子都看不清，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。保安，把他们2个给我轰出去！谁给你的权利敢动我的家人？叶经理，没长眼睛的蠢物，你被开除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马秘书告诉我，最近董事长的家属要来公司，由我负责接待。可这2个贱人却挑了这个时候来公司闹事，你说我要不要下来？叶无天，叫我什么？没大没小的。你凭什么打我妈？凭什么？我是你妈的姐夫，她知我姓名，你说我该不该打？你纵容老婆跟闺女从小就欺负我们一家，你不配跟我们攀亲戚。我跟你们攀亲戚，那是你们的荣幸。叶浅，别以为你嫁给了陆氏集团的总裁，就不把我这个姨父放在眼里。上京叶氏财团说了算，陆金野他算个屁。你不过是我爸看在我的面子上才任命了一个总经理，你才算个屁！你说谁？爸，叶浅就是装久了，连自己都骗过了，他还以为他爸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呢。叶天成不过跟我一样，都是姓叶而已。不过如今我是董事长亲自提拔的高层，而他依旧整日卑躬屈膝，给别人开门的破司机。
叶无天，你怎么能在背后这么说天成？我说他2句又怎么了？谁叫他这么没有出息？董事长的司机怎么了？那也是天成努力工作换来的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不管你有多努力，有钱有权才是王道。我不稀罕那些。那是因为叶天成那个窝囊废就只有那么大的本事，给不了你们母女更好的生活。你除了忍气吞声，还能怎么办？天成不是窝囊废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他是不是窝囊废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这样，你也别说我不念亲情。你现在带着叶浅在这大堂给我女儿跪下磕头道歉，我还可以提拔一下叶天成，让他混个保安队长当当，如何啊？叶无天，天成一直把你当亲人看，可你居然说出这么混账的话！陈秀凤，你别不识好歹，那是我叫吴天，好心想提拔你老公。就是，这保安队长不比司机舒服多了，好歹也是个官儿啊。叶浅，你还不赶紧劝你妈给我跪下，没准我一高兴还能封你妈当个保洁队长，以后这整栋楼的厕所啊都归你妈扫。把嘴巴给我放干净！爸，你看这个叶浅有多嚣张！叶浅，看来总裁夫人还真是让你迷失自我了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带着你妈给我女儿跪下，否则我让你一家吃不了兜着走。叶无天，这句话我也同样回敬给你。如果你们今天不能征求我妈的原谅，我一定让你一无所有。反了！保安，让这个贱人给我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谁允许你们在这里动手的？马秘书，是我吩咐这么做的。马雷，我现在可是总经理的职位不比你低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叶无天，你还真是蠢到家了！我刚提醒你董事长的家属今天要来公司，你就给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你总经理的职位不想要了是吧？原来是因为这个事儿，难怪他发这么大的脾气。马秘书，如果私自乘坐董事长的专用电梯，是不是有可能冒犯到董事长的家属？是。冒犯董事长的家属，是不是就等同于冒犯董事长？是。那这个贱人私自乘坐董事长的专用电梯，是不是应该狠狠教训他一顿？你可知道他是谁？马秘书，他冒犯董事长，你打我女儿干嘛？马雷，你疯了！她只不过是陆氏集团总裁夫人，难道我们叶氏财团还怕一个年轻总裁？你好好想想，她是谁的女儿？她爸不就是叶氏财团的老员工吗？有点资历，可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破司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司机？马雷，你为了这2个贱人打了我2巴掌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这是在提醒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今天不能征求他们母女的原谅，你叶无天的仕途就算是走到头了。马秘书，我爸是董事长亲自提拔的总经理，身份高贵，为什么要向他们2个乡下人道歉？马秘书，你是不是跟他们娘俩有一腿，所以才处处帮着他们说话？你说什么？难怪，我就说嘛，你宁愿为了他们2个得罪我这个总经理，原来你跟他们2个搞不搞在一起？叶无天，这种话你怎么能够随便乱说？陈秀芬，别装了，你就跟以前那个婊子一样，表面老实，背地里就是个见着有钱的男人就想往上爬的贱人。
叶无天，你给我闭嘴！叶无天，你给我闭嘴！天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人在我的地盘上欺负你们，我当然要来。天成，我的名声不要紧，可浅浅刚刚得到陆家人的认可，要是现在造谣被人传出去，他的家庭肯定会受到影响的。爸，我来处理。哼，叶天成，我不找你麻烦，你还主动送上门来，怎么？董事长这会儿没让你开车，你就能随便乱跑了？看来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当的是很威风啊！看来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当的是很威风啊！我是董事长亲自提拔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哎，算了，我跟你一个开车的顶这些干嘛？那你倒是讲讲，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爸如今是董事长的心腹，也就是你的顶头上司，更意味着我爸一句话就能决定你们一家人的生死。叶天成，本来亲戚一场，只要你们家稍微懂点事，我们在享受山珍海味的时候，也能留点残羹剩饭给你们家尝尝。那个，非要不识抬举。看来是给你们脸了。既然你们仰仗的无非是叶无天总经理的身份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是。呵呵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爸的职位也是你说没就没的？啊！妈！你爸不懂教育，我来。吴天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打吗？你还不赶紧动用你总经理的权利，让他们跪下道歉？既然你们一家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喂，反部吗？给我调一队人过来，我要废了这帮狗东西。你说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我被开除了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如果你真求不到他们的原谅，你叶无天的仕途就走到头了。我总经理的职位是董事长亲自任命，除非董事长准允，谁敢开除我？你还真是蠢到让我震惊。马雷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让你看人事发给你的监控，你不会自大到压根没看吗？你是？叶显跟陈庆芬是董事长的家属，万一天成，他竟然是叶氏财团的新任董事长。你叶无天什么本事？自己心里难道一点数？你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，当真以为靠自己？他是不是窝囊废？你说了不算，那是因为叶天成那个窝囊废就只有那么大的本事。王秘书，请你帮我说个情，让董事长不要开除我啊！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办法我早就已经教过你。弟妹，我错了，我身为大哥不应该那么对你们，求你跟浅浅原谅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爸，在干什么？西西，你赶紧给浅浅跪下磕头道歉。他要是不肯原谅你，你就一直给他磕，不然我们全家都完了。叶无天，你疯了！要我们闺女给叶浅跪下磕头？闭嘴！叶无天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面对
你那这么骄横跋扈的样子，全是你这个蠢婆娘惯的。这么多年，你对秀芬的事你也没少参与，还不赶紧给人跪下道歉？陈秀芬半辈子被我踩在脚下，现在你要我给她跪下？不跪就离婚！我受够了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！妈，太丢人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这样的废物离了也罢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又想干什么？给我老婆和女儿道歉！嘿，你一个破司机也敢跟我们摆谱？今天不道歉，你跟你妈休想走出这个门！秀芬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听不见。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这是你没有家教，我替你妈打。这是你不敬长辈，我替我妈打。这是你从小欺负我，还给你的。哼！西西，爸，刚刚这个接待员挺明事理的，我想让你恢复他的职位。好，那必须升职加薪。范秘书，你去办。谢谢董事长。你是董事长？谢谢董事长。你是董事长？你见过董事长吗？就随便乱叫。这位是董事长的司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您就是新上任的董事长。老婆，你看我也是能当董事长的料呢。臭美的你！春兰他们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能当上董事长的司机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要真的是董事长，我这心里反倒还慌得不行。老婆，你想多了，我怎么会是董事长呢？还疼吗？我给你揉揉。爸，你怎么比鸡眼还肉麻？哎呀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这还在外面呢。好啦，我跟浅浅先回去了，你快上去吧，免得董事长找不到你人。这大中午的，外面多热，我开车送你们。你用董事长的车送我吗？那怎么行？没事儿，董事长的车多的是，你老公我这点权利还是有的。那好吧。浅浅，你先带你妈去车库，我马上就来。妈，我们先走吧。刚刚你那机灵劲儿倒是还行，倒是总经理的职位你是别想了。想留下来，你只有干保安的份儿了。能有份工作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老婆和你闺女。我已经跟那两个蠢婆娘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绝对不会放他们进来。董事长，你放心。西西，以后我们娘俩无依无靠，可怎么活呀？要不我们还是回去找吴天，跟他道个歉吧。不许去，我就不信了，这辈子还能让叶浅压我一头。西西，你看，怎么是他们？妈，你们怎么来上京了？妈，你们怎么来上京了？春兰，秀芬的老公现在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我们大老远跑过来，当然是为了要钱呐。什么狗屁董事长？他那是怕陆家老夫人要拆散陆总和叶浅，编造的假身份。什么？叶天成不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？他就是给董事长开车的一个司机。我还以为这个窝囊废终于有出息了，没想到还是靠不上。妈，那个窝囊废靠不住，还有他女儿啊！啊，对呀，亲人一场，难道叶浅他还真的不认我这个外婆吗？叶浅那就是个白眼狼，你们看看我脸上这巴掌印，就是他刚打的。叶浅六亲不认，妈，你还是省省吧。那怎么办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距离富二代的生活这么近，我不想就这么算了。你们看，
是不是秀芬一家？他们怎么有这么好的车？叶天成一个司机敢偷开董事长的车，走，举报他！哎，站住！吴天，真没用。妈，别管他，我们进去。哎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进去。吴天，我可是你妈，我跟你们老陈家没有任何关系，再乱叫别怪我不客气。爸，我们是来举报叶天成偷开董事长车的，你赶紧让我们进去。滚！爸，叶天成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难道你就不想报复他吗？哼，报复？你们也配？再说，把我害成这样的人是你们这帮蠢货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。滚！滚远一点！大姐夫咋了？疯了？没用的东西，算了，靠不上他。那咋办？我们连楼都上不去，更别说向董事长举报叶天成一家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把叶天成送进大牢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敢不敢。什么办法？爸，你这房子从哪找的？哦，二手市场买的，这不是怕你妈发现端倪吗？你打算就这样一直瞒着她？我也想早点告诉她，可时机不允许啊。浅浅，去开下门。嘿嘿，那是你啊，浅浅。谁呀，浅浅？快递上门的。啊！哎！再伸长一点，夹断了我可不管。秀芬，秀芬，妈，妈，都在家呢。说吧，又憋着什么坏呢？让您二位专程跑一趟。浅浅，妈，你就直说吧，干嘛来了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借姐夫的车开一下。你姐夫哪来的车？哎，姐，我都看见了，刚才你们回来时……你想都别想，那是叶氏财团董事长的车，我们怎么能借给你？你不借，我就向董事长告发叶天成，工程私用。妈，你别信他们的鬼话，他们要告早告，赶紧出去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哎，姐，你看你女儿都这么大了，我还打着光棍呢，你就帮忙把这车借我开开，等我找到媳妇，肯定不会忘了你的。把车借给你，要是出事了，天成怎么办？不借。陈秀芬，你要断了我们老陈家的香火是不是？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车钥匙给我，我就把这农药喝了，我就死在这了。妈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拿着车钥匙赶紧滚。谢谢姐夫。哎呀，我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！天成，太齁了，糖水味的。你吓死我了！你明明知道老太太是装的，为什么还要把车钥匙借给他们？陈楠那就是个惹事精。你放心，老婆，这一次借车之后啊，我要老太太跟陈楠再也不敢来烦我们。为什么？妈，我肚子好饿啊！哟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先去做饭了。爸，把车钥匙交给陈楠，是不是你故意的？小马，我小舅子偷我的车，你找个人给他做个据。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
太好了。这虽然是价值几百万的豪车，可毕竟不能当饭吃啊。你说的能让我娶老婆的方法到底是什么？哼，叶天成一个司机都能冒充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那你也可以冒充董事长的亲戚啊。开着这车出去随便逛一圈，你还怕找不到老婆吗？西西，还是你脑子灵光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找到老婆，叶钱总裁夫人的身份，我一定帮你抢过来。叶钱，你做总裁夫人的日子到头了。什么人？是我呀，秀芬，我是妈妈。妈，你怎么弄成这样了？秀芬，天成，算妈求你们了，赶紧救救小兰吧！只要你能救她，我立马带着她回莽村，以后啊，绝不再打扰你们了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都怪妈呀，生了一个没出息的儿子。那天，儿子啊，那个女的不是骗你的吧？怎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？哎呀妈，你怕什么？我们如今的身份是叶氏财团董事长的亲戚，这3天你看有多少女人巴不得想要嫁给我呢？可你跟他是在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认识的呀。哎妈，我不许你诋毁小美啊！小美肯定是真心想当我老婆的。包哥，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羊肉，居然想让大嫂当他老婆。你们是谁？小子，泡我马子的时候就没打听过我是谁？小美是你的人，你们这是在为仙人跳？听说你是叶氏财团董事长的小舅子，这样，让你姐夫拿1000万赎你，否则撕票。大哥，我的身份是假的，我压根就不认识叶氏财团的董事长啊！你他妈糊弄谁呢？你开的那辆迈巴赫明明就是叶董的车，你再说一句你不认识？大哥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姐夫只是叶董的一个司机，那辆车是我管我姐夫借来开的，我再也不装逼了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吧！去你妈！儿子，你以为说这种话我会信啊？我现在放你妈出去报信，今晚12点前我没见到1000万，你就给我等死吧！滚！我去找钱去。妈！城南这是罪有应得，我才不会去救他。秀芬，他毕竟是你亲弟弟呀。你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亲人了，妈，你还要点脸吗？秀芬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以前重男轻女，害得你跟钱钱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又害得你弟这么大的年龄还只知道啃老。妈知道错了，我就带着你的弟弟回莽村，我们再也不打扰你了。你求我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就是去抢银行，也抢不来1000万啊！让城南自生自灭去吧，让城南自生自灭去吧。妈，你刚说的是真的？天成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老婆，没事的。天成，你答应救我儿子了？只要妈刚才说的说到做到，救城南，我可以去试一试。是真的，天成，对不起，以前是妈对春兰一家人太重视了，我忽视了你们，没想到大难临头的时候，还是你这个女婿最靠得住。你疯了！绑架城南的人都是些不要命的混混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还逞什么能啊？老婆，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天成，董事长，城南是被陆总手底下的人给绑了，就在城东仓库里吃了不少苦头，现在要联系陆总把人放了。这种混球放了干嘛？让他们直接撕票吧。刀哥，这都快12点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废物不会真没人救吧？不应该啊，叶董那么有钱，不可能10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刀哥，这下你信了吧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我姐夫就只是给叶董开车的一个司机，我家拿不出1000万来赎我的。
刀哥，你把我放了吧！你小子害我们蹲这里喂了一晚上的蚊子，现在跟我说你姐夫只是一个司机啊？刀哥，我早就说了，可是你们不信啊！今天你家里人要拿不出1000万来赎你，我就把你剁碎了扔河里喂鱼。刀哥，你就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耍威风了。看见你这张脸我就来气，给我打！都给我住手！姐夫，你终于来了！姐夫，你快救我！他就是你姐夫？对，你姐夫只是给叶家开车的一个司机，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他能拿出1000万来救你啊？涛哥，12点到了，把他给我剁了喂鱼！姐夫，你快救我！姐夫，你快救我！对了，你女儿不是总裁夫人吗？她能拿出1000万，你快让她拿出1000万来救我啊！你之前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？就算她能拿出1000万，凭什么来救你？你女儿就是总裁夫人，行啊，叫她拿1000万来赎，不然我就卸了你小舅子一条腿。没钱，剁吧，省得以后老往我家跑。刀哥，刀哥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他女儿不仅是总裁夫人，而且还长得很漂亮。你别抓我，你抓他女儿肯定会来救他的。陈楠，我看你今天是存心不想活了，是不是？闺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金野的人把陈楠给抓了，来看看。金野马上就到。好。浅浅，你是来救舅舅的，对不对？你快拿出1000万给刀哥，我就得救了。别误会，我就是单纯的来看看。你们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？想来就来啊！刀哥，你看他们父女俩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，你把我放了，你保他们。闭嘴！啊！还有你们2个，今天想活命，一人1000万，否则我全部剁了喂鱼。这里除了他，恐怕都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一钱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吹你会死啊！你想死，别带上我。我得罪不起，你不就是个总裁夫人？只要不是那位的夫人上京起，老子谁得罪不起？去，把他给我抓过来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你他妈又是谁啊？蛮三道，离开我陆家，就连我都敢不放在眼里了。蠢货，你他妈想死别带上我！陆总，那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陆家主的儿媳妇。你刚才不是要抓我吗？哦，夫人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还绑了你舅舅，我该死！快松绑啊，松绑！金爷，你能来救我，舅舅真是太高兴了。慢着，谁说我要救你了？魏氏女婿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更何况我姐还是您的丈母娘，她就我这么一个亲弟弟。我妈好像不知道我来这儿，我爸在她眼里也只是夜赌司机，所以哪怕你被撕票，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件没办法的事。你想杀人灭口？你猜对了，动手吧。我来吧，正好省得你以后再带老太太来我家闹，搞得我心烦。易天成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姐嫁给了你一个穷司机，这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说完了吧？到我了。我错了，姐夫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带妈去你家闹了，我回莽村种地，我再也不出来了。
真的？我要是骗你卖去，我不讨死。好，那我就放你一马。谢谢姐夫，谢谢姐夫。刀哥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叶希，原来幕后主使是你。都在呢，也好，省了不少环节。陈南也是你舅舅，为什么要绑架他？舅舅，外婆老来得子，他也大不了我几岁。再说，他太蠢了，不配当我舅舅。叶希，你可这跟你绑架他有什么关系？我绑架他，外婆必然就会找你家求救。你爸要是拿不出1000万，不就可以证明他董事长的身份是假的？但我知道，你最后肯定会于心不忍，拿出1000万赎金换陈南的命。这样，我既可以跟刀哥分这1000万的赎金，又能让刀哥向陆家主面前指认你的父亲不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从而摘掉你陆氏总裁夫人的身份。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你为了将我踩在脚下，竟然不惜拿亲人做筹码。只要能将你叶浅踩在脚下，让我做什么我都乐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看不惯一个从小处处被我比下去的废物，有一天居然能凌驾在我叶希的头上，将我远远甩在身后。我不服！你是很聪明，但可惜你的聪明全部用在了错的地方。我错在哪儿了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，叶天成拿不出1000万，他根本不可能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，他就是一个司机。谁说的？马秘书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董事长，对不起，准备现金花了一点时间。这箱子是1000万的赎金。董事长？马秘书叫他董事长，那他岂不就是叶氏集团的董事长？难怪你那天能坐董事长的专用电梯，难怪你每一次面对我都是有恃无恐。原来你老公真的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而你父亲居然也是叶氏财团的董事长。原本我无论拥有什么，我都不会忘记你这个血缘上的姐姐，但可惜你太想撇清关系，太想把我踩在脚下了。倩倩，如果姐姐现在向你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马秘书，麻烦你把这群参与绑架的人还有叶希一起送往警局吧。是。爸，你就施舍我一口吃的吧。你以前不是说过要给我最好的生活吗？你还有脸叫我爸？老子今天混成这样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滚！我没你这种当劳改犯的女儿，滚！